嗨，大家好。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做条件陈述的一个判断。那我们之前在入门课程的数学运算中呢，有教大家利用大于、小于这样子去做数字大小的一个判别，它就会产生这种 true/false 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其实在写程式或者是在做 Grasshopper 运算的时候呢，这种条件判断我们很常会运用到。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画一个物件，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物件可能半径10以内的范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然后在这个10以内范围之外呢，我们可能要做另外一个事。或者呢是说，如果有一个东西它可能边长小于5的，我们就要将它进行剔除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会牵涉到这种 if，然后去做 true/false 的这种判断。那我们今天就来做这种条件的陈述吧。我们可以先到 Math 底下这边呢，这边有这种运算子，我们把这个 get and， 还有这个 get or， 最后呢是这个 get not， 我们把它选取出来，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里。好，那呢，这个其实就是在做 true/false 的这种布林运算，就是数学的那个差集集合这种。所以我们前面这边呢，这个 a 跟 b 这个参数，我们其实就是个别给它 true 跟 false， 然后让它后面去做这个判断。那我们如果给 true/false 呢，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快速给 panel 版的话，就是在 canvas 上面点2下，然后输入这个符号。这叫什么？引号。我们用这个引号，然后点2下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true。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 true 值，或者是呢，我们再给它这样子打 false， 这样也会有一个 false 值。然后另外一种给 true/false 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给0，我们可以直接给0，或者是给1。在电脑里面，其实0跟1它就是代表了 true/false 的这个判断。0的话就是 false， 1的话就是 true， 就是没有跟有这样。好，然后呢，今天我们先到这个 parameter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boolean toggle，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很频繁的针对 true/false 去做切换，所以利用这个呢会比较快。这个就是点2下它就会改变的。好，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直接把它往下复制，然后再复制一组。那这个只有需要一个嘛，我们就把它这边删掉。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后面给个 panel 版，我们来看一下它个别的结果。它现在是null，因为我们还没有给。好，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着给这个参数了。可以试着把这个 false 跟 false 把它送进来。那在这个 and 的结果下呢，两个都是相同的状况下，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才会成立哦。所以说，如果你其中一个你点2下把它改成 true，它一样会是 false。只要两个是 true 的话呢，它这个结果才会是 true。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拖，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or。or 的话呢，是只要其中有一个是 true 的话，这个东西就会成立。好，我们先把2个 false 送进来 ，false， 它得出 or 的结果会是 false。只要给一个 true， 它就会有是 true。那当然，两个都是 true 的状况下，它一样也会是 true。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 not。not 的话，它其实就是你前面不管给什么，它后面就是跟你唱反调。你给 true， 它就会变 false； 给 false， 它就变 true。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的运算。这样，好。那这个的话是针对这种数学布林的这个运算，我先把它删掉。好，那接着呢，我们直接透过案例来做这个 true/false 的筛选。我们到 vector 底下选择这个 square 这里，然后大小呢，我们给它10。好，然后一样前面这边截取出来，把它进行屏蔽。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到 set 标签底下，我们选择这个 core pattern， 在这个位置。好，这个的话呢，它其实就是针对
你一笔资料 list 送进来，然后它下面这边有一个这个 false true 的判断嘛，它就会根据这个 true false 去对你前面这笔资料去做筛选，而它后面这边输出端呢是只会保留 true 的部分。好，也就是说呢，我们直接把这个 sales 送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预设是 false true 嘛，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这边，然后我们给它一个 boundary surface， 我们给它上个色，在 surface 底下，我们这样阅读比较快。好，送进来，你看哦，它其实这边就针对你整笔资料，它去做 false true 这样的一个筛选。然后如果后面又有多的话呢，它会直接再重复进行 false。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树状的结构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位置。我们前面的话，这边都是用这个 point list， 在这里有没有？它是针对点位顺序的一个观看。那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网格嘛，所以我们要把它产生点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到 surface 标签底下选的这个 area。在这个位置，它是做面积筛选的，但呢，它后面这边也有一个参数，你看哦，是 centroid， 它其实也会产生你这个面积里面中心点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很常利用这个电池来作为找中心点的一个方法。好，我们直接把这个 sales 送进来，你看每一个中心点就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点位呢，把它送进 point list 的 point 里面。好，然后这个 size 呢，我给它一个2，让它大一点，然后把这个 area 的这个点呢进行隐藏。好，你看哦，它现在这边呢有一个是深灰色、紫色、浅绿、绿色这样，它其实就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这个资料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这边的，我们用这个中心点的来看，它其实就会代表是说，你看我在这一个000的 path， 我们会叫这个标签，这个叫做 path。这个 path 底下呢有这5笔资料，也就是这一群。这个的话就是之前有提到说，我一个资料夹底下有这5笔资料，然后一样另外一个这个资料夹这个 path 底下呢有这5笔，也就是 x 都是15的这一笔。然后呢，我如果在这边这个时候去做 core pattern 的这个计算，它其实就是针对在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我现在去做 true false 这样子的判断，然后一样的，另外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去做 true false 的判断。所以呢，我这个 true false 判断，它其实不会是说跳到下一个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哦，它是只有单纯维持在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我如果在这边这个 false true， 我把它改成 true false 这样10，好，然后一样按右键选择 multiply data， 好，我把它送进 core pattern 的这个 pattern 里面，你看到它这边就是变成是 true false true 就停了，然后到下一个这边这个资料夹里面一样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好，所以它就会产生这样的这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按右键用 flatten， 这个的话就是把它全部变成是同一个资料阶级的，有没有？好，你看它就会变成这样，原本是0到4，每个是0到4，然后它现在变成是说我整个把它视为一体，变成是0、1、2、3、4，然后到这边是24。总共是一个资料夹底下变成是有25笔档案，原本是一个资料夹底下有5笔，然后总共5个资料夹，现在是变成是说一个资料夹里面有25个档案，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再把它去做 core pattern true false 这样的判断，它就变成是这样 true false true，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会是 false， 因此呢它就会产生这样子一个不同的结果，然后后面这边这个它是只有针对 true， 也就是这个 true 的这个位置的有去做一个档案的这个筛选。那如果呢你想要针对 false 也去做后续的这个编辑，要怎么做？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到 set 标签呢，我们选择这个 dispatch
在这个位置，你看它这就是针对档案去做分流的一个 icon， 它就会针对呢你这个 true false 的判断，去将你的这个整笔资料去做分流。你 true 的呢会被分到 A 的这一群， false 的呢会被分到 B 的这一群。好，我们来做一下，我们一样把这个 sales 呢把它送进来，然后它这边预设的这个是 true false， 我们一样可以直接把它送进来，方便我们做观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直接把这个 boundary surface 往下复制，我先把上面的隐藏，然后我们把 true 的这一群呢一样给它上色，这也是这群。然后 false 的这边呢，我们方便做观看，我们在里面画圆好了。那我们一样这边我们把这个 false 这一群的这个中心点先把它抓出来。我们有了点位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点上进行画圆。我们到 curve 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ircle， 好，稍微移动一下，好，这样子呢，我就直接把这个中心点送进 circle 的 plane 里面。好，我把它进行隐藏。这个也先，我把这个半径调大一点，把它改成3。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就针对 true 的这一群是上色 ，false 的这一群是画圆。这样子就针对你这个 true false 去做不同的这个筛选了。那这个的话是 dispatch 的这颗电池。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一开始我们先做了这个 true false 布林运算的练习，然后透过网格的绘制搭配这个 core pattern 以及 dispatch 来了解说怎么样透过这个 true false 规则的撰写呢，来针对我们这个资料来做筛选。那这边的话呢，都是先针对 true false 这样子2笔资料的筛选，所以会产生的可能就是2种结果。那如果想要针对多种资料的筛选呢，我们会在下一支影片做介绍。那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